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发展中经济体急于摆脱美元。南华早报评论版，景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大伟表示，尽管美联储在5月份暂停加息，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降息，但美元仍然昂贵。赵认为，人民币是取代美元的明显挑战者，因为过去的挑战者日元和欧元从未做到这一点，因为美国从宏观角度继续超越这两个经济体。最近的事件表明，主要发展中经济体急于摆脱美元，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以人民币和卢布交易天然气。G7 峰会在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上表现出相互矛盾的立场。路透社，据路透社市场编辑麦克多兰 （Mike Dolan） 报道，围绕美国债务上限的讨论，边缘政策围绕科技公司成为地缘政治的战场。提高联邦债务限额的硬性截止日期仍然是6月1日，能够获得足够收入以过渡到6月15日的可能性相当低。两党政客之间达成协议还有9天时间，美国将面临现金紧缩，这可能会危及短期债务可能出现的技术性违约。中国和西方对科技公司的制裁仍在继续，因为G7峰会在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上表现出相互矛盾的立场。香港顶级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协鑫基金走出中国。日经亚洲，总部位于香港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领展 Link REIT 表示，将专注于中国大陆以外的投资机会，以避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贸易紧张局势的任何影响。该公司在3月宣布，计划通过与主权基金和保险公司等实体合作推出一个新的私募股权基金。中国国家电投在收购 iSquared 的 Inpia 的先进谈判中。彭博社，据报道，国家电力投资公司正在就从迈阿密基础设施投资公司 iSquared Capital 收购拉丁美洲电力公司 Inpia Energy 进行高级谈判，正在讨论的交易细节尚未透露。据一位匿名内部人士称，总部位于利马的 Inpia 的交易价值可能超过20亿美元。美联储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受到通胀上升的打击。金融时报，根据美联储的一项调查，由于通货膨胀率上升，美国的金融健康情况急剧恶化，现在只有 73% 的成年人表示他们至少做得很好，这比上一年下降了 5%， 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低读数之一。近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发现很难过日子，超过1/3的人表示与1年前相比，他们的财务状况更糟，价格压力是下降背后的罪魁祸首。美联储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在6月中旬的下一次政策会议上放弃进一步收紧政策。美国商务部回应说，北京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英国每日电讯，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已禁止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与美国进行技术斗争。国家网络机构声称，美光的元件对中国关键资讯基础设施供应链构成重大安全风险，从而影响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回应说，北京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它将继续试图限制与盟友的行业中断。美光尚未确定被禁止的产品。中国此前已将美国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切断处理器的流动，并禁止美国人帮助中国晶圆行业。推动日本回报的对冲基金从东京交易所获得说明。日本时报，激进投资者正在为日本公司提交创纪录数量的股东提案，因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正在推动更好的估值。今年股东大会提交的提案数量比去年增加了 60%， 包括村上玲 I.R. Murakami 和绿洲管理公司 Oasis Management 德赛斯·费舍尔 Seth Fisher 在内的投资者表示，东京证券交易所提高估值的举措正在成为他们自身努力的顺风。交易所运营商日本交易所集团 Japan Exchange Group 在1月份宣布，将敦促交易价格低于账面价值的公司发布提高股价的计划。日本基准股票指数 TOPIX 指数处于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准。创新灯泡晶圆制造的全球投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自2021年初以来，全球3大晶片制造商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已经披露了超过2200亿美元的新量产和现有量产计划。英特尔宣布投资400亿美元的新工厂，包括德国马格德堡的 Silicon Junction 制造综合体和俄亥俄州的2个领先晶圆厂，能够建立多达8家新工厂。
台积电已经从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工厂扩张，开始在南部城市高雄建造一家28奈米晶圆工厂，并宣布在日本熊本建立一家小型工厂。三星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韩国平泽和中国西安。摩根大通可能面临新的继任问题。纽约时报，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将在周一的投资者日会议上讨论该银行的未来增长计划。尽管该银行今年表现强劲，成为美国最大的存款持有人之一，拥有超过4800家分行，但该银行必须努力保持其前进势头。戴蒙预计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卸任，但潜在的继任者包括玛丽安·莱克 （Mary Ann Lake） 和詹妮弗·皮普扎克 （Jennifer Pipsack）。尽管如此，股东可能会询问因爱调查摩根大通卷入其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系，以及对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弗兰克的1.75亿美元收购失败。他们还可以询问摩根大通在收购第一共和国际路华盛顿后被禁止购买更多贷方。英国摇摇欲坠的买房出租市场正在危及房屋建设。英国每日电讯，专家警告说，购买出租房东对期房的需求急剧下降，可能导致未来的住房短缺。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上周宣布了一系列私人租赁行业法规，近年来对租赁投资者的税收减免持续受到打击。房地产专家汉普顿斯 （Hamptons） 表示，通常使用计划外销售来资助开发，需求放缓可能会导致开发商的资金紧缩。根据汉普顿房地产经纪人的数据，在买家在建设期间购买的房屋中，去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售了 34%， 而2018年的峰值为 46%。Facebook 拥有者 Meta 因欧盟和美国数据传输而被处以创纪录的12亿欧元罚款。金融时报 Meta 前身为 Facebook， 因为反其有关将用户数据传输到美国的规定而获得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的12亿欧元 13.4亿美元的赔偿。该公司有5个月的时间以消除未来向美国传输个人数据，同时有6个月的时间停止处理以前在美国发送的欧洲公民的个人资讯。Meta 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 （Nick Clegg） 回应了这一裁决，称该裁决存在缺陷、不合理，并称暂对于在欧盟和美国之间传输数据的各种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先买后付的变化如何影响您？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政府将出台法规，这意味着该国的先买后付服务将被视为一种信贷形式。近年来，该行业蓬勃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分期付款的方式，但由于缺乏监管，一些人获得了多笔贷款并积累了负担不起的债务。消费者团体曾建议先买后付，公司正在利用漏洞，在没有根据法律提供技术信贷的情况下借钱。Srivindia Koluru 不，你不会很快致富。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金钱诈骗？多伦多星报，根据 Social Catfish 2022年的一份报告，加拿大人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因投资诈骗损失了 1.65 亿美元。许多骗局被伪装成快速赚钱的机会。财富经理伊恩·卡尔福特 （Ian Calvert） 和财务顾问杰西加·穆尔豪斯 （Jessica Morehouse） 建议投资者检查他们的资产是否在信誉良好的机构，以及他们是否拥有适当的投资者和存款保护保险。Morehouse 敦促投资者警惕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准的回报承诺或保证。卡尔福特补充说，加密货币交易可能特别危险，因为它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非洲需要国际说明，以避免失去的10年。金融时报，非洲国家的财政部长在偿还债务、保持学校开放和支付公务员工资之间面临住不可能的选择。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困扰住非洲大陆，自 COVID 大流行开始以来，有6200万人陷入贫困。已经采取了一些改善情况的举措，但与该地区每年需要超过1万亿美元的需求相比，这些举措是不够的。下个月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机会。作者提出了3项可能有所说明的政策，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改善债务重组程式，以及给予非洲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更多投票权。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